你们那边呢？怎么样？唉，别说了，还好你没去，白跑一趟。3家库房都没有好的。什么呀？有2家根本没让我们进，说什么品牌商不允许，尾货都没让我们看。那不是还有1家吗？我这儿什么都没有，你们那儿呢？我这儿也没有。苏苏呢？我这也什么都没有啊。那我看这裤子，面料不行，样式不行可以改，但是面料不行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就是没货卖，也不能拿这个坑人啊。说来说去都怪琛了，把我们供应链都拿走了。这个要是卖出去了，退货率肯定很高，不仅会掉粉，还会被人骂。现在磕不下来圆圆，也没有靠谱的供应链，必须要想别的办法才行。喂。啊，对啊，我是房东千金的女儿。什么？噪音？你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？那这样吧，我有空了，我回去看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实在不好意思，给你们添麻烦了啊。怎么了，西西？街道办的人给我打电话，就我们家老房子那租客，最近总是弄出噪音来。我得现在过去看看。那你快去吧，这儿交给我们，有什么情况随时跟你联系。那辛苦你们俩了。没事儿，你放心吧。走了。接着找吧。我觉得我肯定行，所以我就来面试主播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丽。这是主播的表演。当网红管挣钱，挣可多的钱。我有点紧张。做主播跟卖房子差不多。以前是一个厨子。从小我就有这个天赋啊。好。啊，行。好了，师傅。西西，晚了，快回来吃饭了。段然把咱们家钱拿走了。我这看着你俩呢，段然跟你闹着玩呢。吃完饭你再找他去啊。陪我去逛街啊。来抓我呀！抓不到我！
才开门啊？明明姐姐，你来啦？你快关了，快关了！街道办的人给我打电话，说周围很多邻居投诉你，说你天天在家弄出特别大的噪音，说你扰民。小白，你干嘛呢？这家就这么点地方，你看你这都什么呀？那么大的机器，你在家搞生化武器呢？哎，不是西西姐，那个叫咖啡研磨机，就是噪音都是它发出来的，但是家里也没地方放，我就只能放在这儿了。对不起啊。你搬来的时候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？这家是老房子，上下左右这周围全部都是老邻居，让你千万要小心，要注意，不要打扰别人。没有，现在都搬走了，现在都是年轻人在这住。这种年轻人就是租户，你不能打扰别人。这么多设备，你天天在家就研究咖啡，你不上学吗？哎呀，我都大4了，大4哪有天天上课的呀？而且我现在就是想努力实现我的梦想，为我的爱豆制作几款特别好喝的防弹咖啡。防弹咖啡？哎呀，防弹咖啡呢，最早呢是起源于美国硅谷的一款运动饮料，它呢既能饱腹又能提神醒脑，很多喜欢健身的人都喜欢喝它。我的防弹咖啡可厉害了，它里面的那些什么，反正就是配比，我都是公式算过的。这就是咖啡豆吗？还挺香的。哎呀，你用什么公式算的呀？我不是学食品工程的吗？它这个里面呢要加黄油、椰子油还有咖啡，我呢就是精确到小数点后面3位数的那种算法把它算出来了。就这样配出来之后呢，就是既好喝又饱腹，而且提神醒脑，口感特别好。来，你喝喝看。元宝宝防弹咖啡。你这咖啡防弹，那我这房子可不防弹。哎呀，先别说那，你先尝尝看吧。瓶子还挺好玩的。这个口感还挺独特的，就很醇厚的感觉，是不是因为这里面有什么椰子油、黄油？对。所以我就说嘛，如果我这个防弹咖啡只要一上市，那绝对造成轰动，肯定卖得很好。小白，你这个防弹咖啡研发到哪个步骤了？哎呀，其实呢，我所有的就是工商那些手续呢都已经办好了，而且呢我也找了就是灌装厂商，合同都签完了。现在我就在想，我应该怎么样去把它卖得更好。也就是说，这款防弹咖啡在市面上已经有卖的了。但是只有现证。你有没有想过在网上做直播？有，而且我前段时间还买了一套设备放在屋里，就直播啥，但是我感觉好像效果不太好，可能是我技术不太行吧。元宝宝防弹咖啡，元宝宝。元宝是我的小名。元宝元宝宝，你知道什么叫最大的缘分吗？今天钱西西和元宝在这相见，就是天赐的最大的缘分。你们好，我叫李可可，我的朋友们都叫我可乐。我平时也很喜欢喝可乐。我毕业于传媒大学表演系本科，虽然我刚刚毕业，可是我已经有3个月的播主经验了。我的爱好嘛，唱歌、跳舞还有表演。如果你们要给我一个机会的话，我会让所有人记住我。那你看他这劲儿，有没有点像圆圆？
是可口可乐代言人吗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，姑娘？我谁都不像，我也不为任何代言，我就是我自己。结果，不好意思，集中。哎，不好意思，麻烦请您排队啊。哎呀，我有急事你让一下。得排队啊！我是来找我朋友的。哎，这儿可乐。你是？嗨，我叫小黄鸭。还真穿小黄鸭呀？对啊，穿这样一件小黄鸭白 T， 至少减05到10岁。你再穿一个高腰百褶裙，再搭一个小白鞋，大家都会觉得你是个学生妹。哎，这挺好，咱们就缺这个年龄层的带货主播的。就会给人感觉非常的显。这个人气质还有点像圆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黄鸭。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可爱的。我觉得小段总挑人的眼光挺独特的。只要搭配我挑博主，我觉得我有这天分。所有人都会觉得你是一个青春无敌可爱的美少女。但是呢，大家看，但是你看这来回来去都是这么几套衣服，也不是长久之计啊。对啊，跑了1天就找到100来件尾货，还不够这一次播的。这个事儿你们不用担心，不用着急啊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货源的事儿我已经在考虑了，很快就会有了，放心吧，放心吧，好吧？我相信你，小段总，我坚信跟着你准没错。就爱听你说话。哦，大棒节拍呢？跑哪儿去了才回来？谈点私事，拿着，一人1瓶啊。什么？谈什么私事，连我都瞒着。咖啡？解决货源问题。什么东西？那个元宝宝防弹咖啡，是不是刚好都没吃饭呢？喝这个咖啡试试。怎么样？快，喝了来点回馈。什么感觉？我觉得吧，跟我平时喝的咖啡味道不大一样，但是口感还挺不错的，有特色。没喝出什么特别。再喝，使劲喝，尝尝啊！你喝呀，段然，快尝尝。怎么样？喝不懂。喝不懂就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啊。各位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个呢叫防弹咖啡，是那种扛饿、顶饱、提神儿。还管饱呀？就油油的感觉，就完全不想吃饭的感觉。嗨，钱总，你出去找货源，带这么一咖啡回来，什么意思啊？后面你要播咖啡啊？我真是这么想的，你觉得呢？给我点意见。我觉得只有你格局这么小的人，才能想到卖这种利润只有5毛1块的低端产品。卖服装最差，利润率也是价值的30%，对吧？咖啡多少钱一杯？衣服多少钱一件？分不清楚啊！你要卖这个，你得卖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本？你别动我咖啡！而且我们不光是成本，我们还有运营成本，还有人工、物流、事后维护，这怎么算的你？不是，我也想算，我也想卖衣服呀，找得着衣服吗？哎，现在衣服品牌被市场扣得死死的，我们去哪儿谈靠谱的衣服品牌啊？啊，这时候不卖点这种东西，不卖点这种别出心裁的东西，怎么活不下去了都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主播磕不下来，衣服找不来，你这 CEO 一拍脑门就卖咖啡啊？你卖烤地瓜多好啊！动动嘴皮子的事谁不会啊？你要是真有心，你做出点事儿来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什么？说什么来着？我没说什么。谁动嘴皮子？又开始。我说了吗？啊？谁动嘴皮子？啊？
别闹。我是觉得啊，哎，就这咖啡，虽然利润是不高，不及衣服，但是它的空间很大，我想试一试，真的。律师，正闲着呢。我平时都是喝咖啡的，你就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渴，喝罐可乐爽一下。你要不要来罐可乐？我不喝了，我急死了。你快帮我算一下，看对不对？这什么呀？卖咖啡的成本利润核算。哎，这个东西真的不好做，我找了好多模本。这个是成本的区间，运营的其他部分是我自己算的啊。还有这个是最后的利润，你帮我核一下，对不对？钱总，我们真的要卖咖啡啊？我算了一下啊，咖啡的单品价格虽然不高，但是利润率真的是非常的大。扣除运营，至少有50%以上的利润。而且只要包装物流的问题解决了，再把销售量搞上去，的确可以做的空间特别大。是吗？行，关于成本核算这方面，特别是包装还有物流，我跟供应商再确认一下啊，再给你一个准确的数据。一定帮我确认清楚。放心吧。太靠谱了，哎，辛苦你了，律师，我去办公室了啊。哎，干什么去啊？我去申请点费用。干什么用？谈客户、应酬。自己先垫上，回来了我给你报销。我垫上没问题，但是我现在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啊。哟，段大公子啊，缺钱了？我这不都是为了表决心吗？我把这个银行卡呀、信用卡呀都还给我爸了。咱们公司刚刚起步，步入正轨，对吧？我不能顶个富家子的帽子，整天到处招摇撞骗。要多少1000块钱。 1000块，这么多？1000块钱还多啊？不多吗，大哥？哎，我们公司现在什么情况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拿钱，我去谈波波罗，比你卖咖啡强多了，好吗？我卖咖啡怎么了？你怎么还去谈波波罗啊？你为什么不去谈一些新的客户呢？ 你别管我的事儿。看出来了，你有事瞒着我，跟我说清楚。事成了再说嘛。啊？哎呀，这个钱西西是真抠门啊！从他手底下拿点钱，累死人。来吧，按个手印。 干什么？按个手印。1000块钱，我这字都签了还不行啊？钱总现在是抠的挺细的，超过100都得按，按吧。这都谁规定的？这是。给，一点点啊，一点点。上回那个变电箱着火的事儿怎么样啊？他们很长时间没跟我联系，听说他们正在消防整改。那天是因为线路老化引起的短路，不算火灾，已经在消防部门备案了。那个姓王的经理前2天已经离职了。我琢磨着把这个算完之后，必须给消防队打个电话。那你不用打了。那怎么办？买个教训呗。 你这算什么呢？咖啡的利润
不务正业，算计咖啡来了。哎，那你就小看钱总和这个咖啡的利润了。你别看咖啡的单价低，但是整体利润真的比服装高。你看钱总自己算的。他这算的也不精确呀，这都到哪儿了？是，所以他让我复核一遍嘛。我虽然也没算完，但我估摸着8、9不离10，出入不大。卖个咖啡，也比天天在公司烧纸强。哦，对了，这是那个小穆总给你的，让你参加一个赏月追思会。我那天没空啊，你去吧，我得去谈波波罗去。运营总监，小段总，你总是这么低调。瑞都是你们家的，还印什么运营总监啊？照我说，至少印个 CEO 兼董事长才好。哎呦，我们那事儿别人不知道，您还不知道吗？我觉得这都是我们钱总硬给的，就让我出来跟人谈事的时候好看点儿。哎，吴总，你们波波罗现在是打开了新市场了，所有设计理念全部仿造欧美当季流行最大牌。以产品为主导，不以品牌为主导。现在在市场上那是风头正劲啊！你可打住啊！上一季春季专场，西西帮我卖了509万，佳云帮我把限量款卖爆，我都记得，也成这个情。但是这下一季的合约我确实是跟陈朗签了，我就实在没办法再交给你们了。哎呀，我不是来抢他合约的，我们生意人有底线的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啊！哎，不好意思，你说。咱俩聊得也来，我是在你们的这个工作当中看到了一些小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我听说上次西山药丝卖爆之后，完美蓝马上出个同款。他们一直在抄袭我们，那完美蓝就是个贼窝。贼不贼窝？人家销量好啊。嗨，他们是一味的杀低价，不求质量。美其名曰为国人身材打造，即使卖再多的货，我觉得他们也是 low 货。对，这个市场恶性竞争啊，我们也管不了。但是您作为一个年轻服装品牌的 CEO， 有时候这个销量就是检验你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。再说，你整天被他们压着打，你也抬不起头啊。唉，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波波罗现在当务之急，品牌形象提升。元宝，这箱子里面全部是咖啡豆，你一下囤这么多，不会坏吗？哎呀，咖啡豆吧可以放很久的，它呢只要保存的条件得当，就是大概温度不要超过28度，然后呢湿度控制在50%到65%之间，半年都不会坏的。就放着吧，等会儿让他们来弄吧。哎呀，累死了。歇会儿。哎呀，我再给你讲一个小知识吧。就是一般市面上卖的咖啡呢，就是后面的保质期会写12个月，就是1年。其实呢，最好在3个月之内喝完，因为呢，过了1个月之后啊，它那个味道就会开始变得，而且磨完粉之后呢，最好1个礼拜之内喝完。我知道了，就是说，还是要短时间把它喝掉。对。知道这么多知识，真的是很爱咖啡了。其实一开始还好，后面呢是受到了我idol的启发。然后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咖啡了，然后也觉得咖啡的前景特别好。你老听你idol 谁啊？就他，大帅哥蒋哲阳。这就蒋哲阳？你这箱子真的是标准的追星女孩。哎呀，我屋里还有呢。我们家洋洋吧，虽然头大了点，但是还是很帅的。我怎么觉得这个人这么眼熟呢？很正常啊，洋洋现在是流量 top star， 那大街上都是他，那广告天天放。不是，
不是那种偶像，还有那种广告，那是什么？看着那种眼熟。那是哪种？他以前是不是改过名字？这个你就问对了。我呢，从洋洋出道就喜欢他了，他所有的黑历史我都知道。就是这个名字吧，有点说难以启齿。他那个名字叫贾建锁。你怎么知道的呀？他我小学同学啊，我们俩同桌。什么？真的？他怎么长成这样了？小时候啊，我经常欺负他，他也欺负我。你知道为什么欺负他吗？因为他当时他吃特，就啊，他咋了？不是这样的。算了，你偶像，我跟你说他小时候什么样了。等一下，那你俩现在还有联系吗？就那个小学同学录还有吗？有洋电话吗？我们那时候啊，哪有电话呀？什么都没有。没事，小学嘛，肯定还认识你。反正以后我决定就靠你了，你俩肯定能联系上的。一定要帮我，让我见到我的洋洋，好吗？好开心，好平常心情。哇，我都没想到现在变成这样了。就是啊。明白了，小段总啊，你今天是过来给我下套的吧？不是，你就告诉我你们瑞怎么给我们波波罗提升品牌形象吧。请明星代言，我们找一个明星，跟我们的播主互动直播，我们直接把明星的粉丝拉过来变现，靠谱，对吧？而且我们波波罗现在在市场上，我们的定位是什么？年轻的快消品。我们找的明星就是流量明星，就找流量最大的明星。那现在最火的就是蒋哲阳啊。既然你都说了，我就实不相瞒了，我们真的是不谋而合了。我们波波罗下一季正好要找一个高流量的新星做代言，而蒋哲阳就是在我们锁定的人群当中。可是他们的经纪团队接触下来实在是太难搞了，尤其是他们那个总监叫做什么？欧阳还是欧阳美轩？哦，对，就那个欧阳美轩。他说我们的品牌太 low， 又说什么蒋哲阳穿的都是秀场的大牌。对，他就是有这个问题，眼高手低的一点啊。那我要是帮你把这个蒋哲阳磕下来，你要怎么报答我？莫非小段总跟这个欧阳总监还有交情？有一点交情。你要是真的把蒋哲阳给谈下来，我就把我们波波罗下一季合同就交给你们。吴总，你把你们后面3季的合同都给我把他给你磕回来。好，成了，一言为定啊。段总，怎么说去北京就去北京啊？他买这么贵的头等舱机票，那钱总要是知道了，非骂死我不可。哼，我刚得到消息，今天要见的非常重要的人坐这班飞机头等舱。谁呀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那可一定要是个大老板啊，不然钱总非骂死我不可。放心吧，老大的老板了。再说融资1000多万我都给你拿回来了，欠条给你打了，还要怎么着？我这人天生胆小，行了吧？我胆小。怎么还不来呀？这消息不会错了吧？段总，咱们花这么贵的钱坐头等舱，你不会就是为了等人的吧？总是，哎，是哪里？来，这儿。妈，没人了，我就摘了。哎呦，你再委屈一会儿吧，万一被粉丝看见拍个照，又惹出什么事儿来。
知道。哎呀，我帮您放吧。哦，好。谢谢。没事。好的，没问题，谢谢。哎呀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上个月就回来了。哦，那个我英国的同学。啊，阿姨你好。谢谢你啊。慧阳啊，你别怪我啰嗦啊。这次粉丝事件危机公关，你处理的很不妥当。你怎么可以让洋洋去道歉呢？阿姨啊，本来这次呢就是我们先过的线，让洋洋呢先跟别人去解释一下这个误会。我觉得呢，事情不要越搞越大，对谁都没好处。可这事件的缘由是对方先骂的洋洋，那让洋洋的粉丝出面去维护一下洋洋，有什么错误吗？粉丝跟粉丝之间呢，天天都有各种骂战的，我们不用理他们。但是您作为洋洋的母亲，你跑到人家超话里面去，那你一顿发表自己的言论，那你就代表了洋洋。这样的话，事情会越搞越大，对洋洋有什么好处呢？哎呦，你讲不讲理啊？哎，你是他的经纪人，你不作为，我替你出面解围，都是我。好的，我尽快发给你啊。回去再说吧。The temperature in Beijing is 28 degrees centigrade or 82 degrees Fahrenheit. As recommended.啊，那职业装穿的真不错。穿什么不好看？怎么回来不跟我联系啊？去北京干嘛？去北京出差。出差？忙什么大项目呢？我这回国也没什么事，就在我爸公司瞎忙忙呗。哎，刚才那个，你们老板太后。干什么都不容易，真是不容易啊！你去北京待几天啊？有空一起吃饭啊？行啊，有空约呗。好，给你发微信。歇会儿吧，啊，歇会儿吧。廖，别歇会儿。花这么贵的价钱坐头等舱，就是为了等他呀？不是的，行，他是江浙阳的经纪人，对不对？这个欧阳关系啊，不一般啊。老同学，哎，你发没发现讲这样的事儿，他自己说了不算，都是他妈和他经纪人说了算。他从头到尾说过一声吗？所以，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，对吧？人家是亲妈。你想从他妈那下手了？哎呀，那只能从他妈那儿下手了。那下飞机之后
你不许跟他吃饭啊！还吃饭呢？已经超预算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飞机大概将在15分钟后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。回去机票钱够不够？买个便宜点的票。对。飞机已经我落了地就买，买经济舱啊。经济舱别给我放货舱就行。安全带，为了飞行安全，请关闭个人电脑和电子设备。等了半天，欧阳还没有用。 你扣他，土扣松了。哦，你照顾一下他。啊，谢谢钱总。啊，我一下午都没看见你和段然，你们俩去哪儿了？我们去北京了。一下午的时间，你们俩去趟北京？我们中午走的，下午就回来了。哦，对，这是机票，你看，按照公司的财务制度，您签字之后才能报销。 头等舱，不是，我给了段然1000块，这是多少？啊不，前面是头等舱，您看后面的都是经济舱。你们俩干嘛去了？找人去了。找谁啊？那您得问他自己。 于是啊，反正这头等舱也有你的份儿。要是你不跟我说清楚的话呢，这字儿啊，恐怕是签不了。钱总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其实这趟我特别不想去，这段总非逼着我去。我们见了波波罗的吴总，段总要跟他谈下一季合作的事情。 后来段总就提出了流量明星蒋哲阳，然后就和吴总那边不谋而合，然后段总就说他有门路，可以帮忙谈。他能有什么门路啊？段总跟蒋哲阳的经纪人认识，他们是熟人。真的啊？行啊，挺厉害。 能有一线明星、经纪人这种资源，可不，有时候我还挺佩服段总的，他真厉害。不对，如果真的要是段然的熟人，那为什么要买张机票在飞机上见呢？在哪儿见不行啊？和段总比较起来，我更加佩服的是钱总你。 说，那个经纪人，姓欧阳的，是段总的前女友。这么说，段然买了头等舱的机票，就是为了去见欧阳？但是他人呢？ 他说经济舱的饭好难吃，他现在应该在茶水间里煮宵夜呢。哎，钱总，还没签字呢。不抢。不签了。还煮面呢，心情挺好呀。是因为见前女友了吧？你这消息挺灵通啊。于是找你包机票去了是吧？拿俩鸡蛋去。
你才刚刚融了点资，又开始假公济私。你说你见前女友就见前女友呗，你非要拉着于氏买2张头等舱机票，去搞什么邂逅的情节？哎，你以为你男一号呢？你看你醋坛子那样，啊，我今天就不应该煮面，我应该煮点饺子，蘸着你就吃了。我是你错，你忍忍心吧。其实你见前女友我能理解，知道你当时失恋的时候伤心，到现在也没缓过来。你为了工作见人，我也能想得明白。但是你花公司的钱这么大手大脚，我真看不下去。放心吧啊，我现在是创业阶段，对吧？我一切都为了公司着想，我见他也是为了工作，花点钱别心疼，回头都给你翻倍赚回来。那翻倍赚回来？你是准备要拉波波罗的代言吗？吴总答应我了啊，只要我帮他把蒋哲阳这根线牵上啊，蒋哲阳成他们代言人之后，后面的项目全都是我们拿回来做。这就是你计划呀？我还以为什么呢？搞那么神神秘秘的。现在做事得低调啊。咋了？